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株蝴蝶兰呢，是一株比较大型的蝴蝶兰，它是当初我一位同事花后不会养兰，所以他把它送给我。那起初呢，因为他送给我的时候花全部都枯萎了，所以我不确定它什么颜色。那经过了不停的养护，那这一次其实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复花，但是呢，他开出来的花是我喜欢的颜色，所以呢就继续保留下来，一直养。你们现在看到的影片片段照片是它上一个开花周期。那除了看这株兰花之外，今天的这个影片呢，还会跟大家来稍微讨论一下我最近收到一个关于要不要剪花梗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这株兰花其实它没有香味，但是我还算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花是一般大家熟悉的那种蝴蝶兰的样子，再来就是它花的这个开起来的这个冠幅蛮大的。那但是在这一个周期就是它的上一个开花周期，其实它的花朵不知道什么原因开起来都没有特别的延展。等一下呢，你也会看到它全部开完，就是全部打开的照片，就是这边你会发现它其实很多朵都是有点70%打开而已，而且这个还不是它刚开的样子这个是它已经开好一段时间，然后我才录这一段片段。当时，而且它好玩的地方是它的主要的花梗出来之后呢，来了2个分支，那个不算次花梗，那个就算是它的一个分支而已。那当时呢，我还特别用了这个底部的这个比较重的杯子，因为它呢很容易就会头重脚轻。那当时我是用水草的介质来对它进行种植，因为它的根系其实没有到非常的好，所以用水草来种植，希望它能够多开一些根。但也因为这样所以它的重量比较轻，所以我就是用那个底部的杯子来增加它底部的重量。好，那我们就稍微撇开一下这颗兰花，然后来讲一下我花梗到底修不修剪。一般来说如果它没有续花性的兰花，花梗我一般来说是在花期结束后就可以修剪掉了。那如果是有续花性的呢，当然就先不要修剪，因为它在下一个开花周期都还有可能会继续往前长，继续的长花苞。那相对的就是如果它有续花性，但是它隔年停滞了，你要不要剪？如果还没有变黄，我一样不剪，因为有时候呢，它只是稍微做休息，然后它有可能会再继续的再来长可能它会休息个一年，然后再隔1年之后它又会再继续长，也不一定。所以有续花性的兰花花梗呢，如果在还没有变黄的情况，我是不剪的。好，那有些兰友，特别是新手，对于想要有兰花宝宝，特别是这种在没有续花性的这种蝴蝶兰的节点上面呢，如果有一些新芽，他会很高兴。那他们有时候会去买一些荷尔蒙 cakey paste， 或者是一些能够让他们长高芽的这种荷尔蒙涂剂。当然如果你要做那样的动作，花梗当然是不要剪嘛。但是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说为什么我不是很赞成这样子的做法。那这边呢，就是这株兰花它最新开花周期的一个照片记录。这一次的开花周期呢，它的花朵没有上一个开花周期来得多，不过它的开花的这个
样子比较正常了，就是它展开比较平整一点的，不会就像圆圆的，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精神的样子。那这一次的这个朵数变少其实跟我的养护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对这株兰花其实就没有那么多的施肥，然后我把它挪到一个阳光稍微比较差一点点的角落所以它相对的呢就可能没有进行那么多的光合作用，然后养分上面可能也比较欠缺，所以这一次的开花它的朵数呢就没有上一次来的那么好。它是一款没有香味的兰花，不过呢如果养得好的话，它朵数多其实看起来还是相当热闹的。那这颗兰花接下来其实我是希望它能够再多长一些根系，然后再多长一点叶子，因为我觉得它整体的这个状况呢还是需要再强根系强叶子再来开花会比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回到刚刚的问题，为什么呢你不应该，个人不喜欢在花梗上面涂荷尔蒙，然后让它长高芽，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不确定那一个花梗它到底会不会就是变黄，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我知道大家刚养兰的时候都会希望能够有很多株兰花，特别是你喜欢的品种你会想要复制，但是我要先告诉你，兰花苗其实蛮难养的，而且要养到能够成熟到开花，有时候甚至要3年4年的时间。你幸运一点，有一些兰花品种可能2到3年它就有办法给你来一朵出花，但在那发生之前呢，你对小苗的照顾、灯光、高湿，然后高养分的情况呢都要到位，它才能够长得好，否则的话有时候可能3年过去4年过去它一样很小，然后没有开花，所以它的投资报酬率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所以这个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在非自然的情况之下去创造兰花小苗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回到这株兰花上面这株兰花呢，其实我对它的期望刚刚讲过了，就是希望它能够多长叶子多长根，然后我接下来呢会把它再挪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位置，希望它下一个开花周期呢能够给我们更正常的花数量更多的表现。那影片最后我也想问问你们之中有多少人是曾经用过这样子的荷尔蒙想要制造兰花宝宝的呢？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